新闻大白话，那么带您关心最新的中美议题。那么当然要讲到的就是布林肯呢去到了大陆去。最新的消息是，今天下午2点半，布林肯已经跟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秦刚在北京的钓鱼台宾馆展开会谈了。那么当然呢，这一回的中美会谈是备受关注。我们先带你看到的是布林肯到一大早就到了中国大陆去，不过有人就认为是不是被冷对待了呢？他说，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了北京，中方希望帮习近平年底访美来做铺路。不过我们先带你来看一段画面，你可以看到在机场迎接他的人好像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咖。第一个，没有铺红地毯，人数也冷冷清清，只有中国的外交部美泰司司长杨涛跟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来接他。那么有人就认为说，这个规格人家毕竟是国务卿来到大陆，是不是有一点点没有这么重视呢？那么布林肯说了，现在美方当然他们就要把一些非常真实的忧虑这一回他去到了中国大陆，要对中国坦率表达，竞争激烈呢，也需要持续的外交以确保竞争不至于走偏，那么变成对抗或冲突。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今天他已经见到了秦刚嘛，那么大家就说会不会接下来再来见到王毅，现在是打上了大大的问号。专家说了，现在美中就是想证明关系没有面临到崩坏，还可以有一些交流的空间。不过带你看到的是拜登现在总统他的国务卿已经去到了中国，拜登就重申很想要跟习近平来见个面，暗示呢北京高层不知道自家气球飞进美国，因为呢原本布林肯年初就要到美国去了，不就是因为这间谍气球吗？现在拜登就说了，我不认为中国领导阶层知道气球在哪里，或者气球里面有什么，甚至呢是怎么回事。他认为对中国来说这件事是尴尬多于蓄意，所以我希望未来几个月我可以跟习近平来谈谈我们的政见，还要谈谈说我们应该要怎么相处，是不是已经在喊话希望习近平可以来见个面了呢？布林肯访华之前呢，现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也有动作了。我们等一看到这张画面，怎么他说他要去到了中国大陆？你有看到吗？这张首页的图片竟然换成了北京的王府井，而且呢还文章介绍这一趟的中国行。外界认为这就是因为总统拜登现在他好像也要选举了，他很希望可以见上习近平一面。不过新加坡的外交部长呢，看看呢这布林肯到中国大陆去，他自己有点心得。大家当然都对于这美中是不是能够破冰有很多的期待。他说呢，其实呢，大家不要再给这个布林肯那么多压力了。中美建立相互尊重跟战略互信，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不可能一次交流就成功。他是怎么说的呢？一起来看看。You go with our full support. But having said that, speaking now as a diplomat, I want to make this plea that please don't put too much weight on poor Tony's shoulders. The fact is, diplomats need time and space, and sometimes just some quiet time to engage in some honest-to-goodness conversations. The trip is essential, but not sufficient.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outlook, in values, and it takes time for mutual respect and strategic trust to be built up. 维文的意思就是不可能所有的外交都是一触可及的，需要一些对的时间，甚至是时间点。这个时候，不过现在呢，大陆的学者先讲到了，其实布林肯想要来到中国改善了中美的关系，那么第一个一定要好好听听看中方的声音，你要改变你的霸权思维，不要再以为你自己是老大哥了。就连这个学者袁真也讲了，美国不改变对华认知，不改变自身的这样的思维，你恐怕很难在这个两岸的两个中美的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好转。换句话说，就是说你美国姿态不要摆这么高现在全世界不是以你为首了。但是我们带你看到是美国现在还是不断的在放话，尤其布林肯呢到了中国大陆去，北京可能会以受害者的姿态来迎接吗？华尔街日报就说了，他们想得到的就是这中国大陆一定会准备好一些谢责来款待布林肯，甚至呢这个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学者也讲到，北京集中力气把美国说成歇斯底里、伪善不能幸免，靠的就是说的理直气壮，就会有
力量的想法。不过你可以看到，布林肯访中之前还跟韩国的外交部长来通话，支持发展成熟的韩中关系。但韩媒就说了，布林肯的这番言论呢，可能就是针对中国驻韩大使辛海明发言的争议，表达对韩方支持的立场。布林肯分别跟韩国、日本的外长来通话，重申三方持续合作的重要性。感觉他是跟中国大陆做朋友，但不忘也跟日韩来交代一些东西吗？但是大陆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了，在他的访中前夕，大陆宣布东海军演12个小时，中国宣布从17号晚间到18号上午，在东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练。那么有人就说，针对美国的意味浓厚，但你不要以为美国没有动作哦。美国呢的核潜舰抵达了韩国之后呢，那么在釜山雷根号航母打击舰围绕着黄岩岛来活动，所以看得出来，美中呢在伸手交朋友之际，背后的动作还是很多韩斌哥。其实本来中美双方之间就是这样的，一方面对对方互相指责，那另外一方面私底下又在磋商。那布林肯从上次气球事件之后就一直想要去中国大陆，那这一次终于去成了。可是其实可以想见，这一次中国大陆绝对不会给他太高的规格，因为毕竟在布林肯来到大陆的同时，美国还是在对中国大陆进行各方面的制裁打压这样的活动，所以中方也不可能会给他多好的一个礼遇。那我昨天是认为说他应该是见不到习近平的，如果按照目前这样的安排看来，恐怕就是真的见不到习近平。那至于说他们认为说习近平希望年底要去访美，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想太远了？我觉得先要看这一次双方是不是能够获得一些最基本的，现在不要说是互信了，也就是最基本的沟通管道是不是能够重新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布林肯此行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因为你说你要布林肯这样一去之后，双方就融冰了，中美又言归于好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电影都不会这样演的，何况是真实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抱什么太大的希望，中美之间一定还是呈现剑拔弩张的状态，只是这两大强国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万一真的发生立即性的冲突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最起码能够互相知会，能够让大家冷却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沟通管道而已。那你也可以看到拜登哇讲的一副说啊，我认为习近平都不知道了，是他下面人在搞鬼。请问一下拜登先生，你觉得这样讲有比较好吗？因为你这样等于在指控什么？你等于在指控习近平是个傀儡，被他下面人蒙蔽了。你觉得这样的说法会比较好吗？习近平听了会比较高兴吗？完全不会哦。我觉得你怎么讲都一样。你美国当初气球事件，你们大张旗鼓了，搞得全球皆知的是谁？就是你美国人的作为嘛。所以你们现在即使网站的背景换了，或是其他这些东西去改变了这些，你在实质上对中国大陆的制裁、对中国大陆的抨击、对中国大陆围堵没有改变的话，我不认为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其实很多人很担心，因为拜登又讲这种话，你现在突然之间又频频对中国大陆示好。你要知道，现在有2个国家，一个韩国，一个台湾，我们都是完全抱美国大腿，根本没有让自己留下一丝退路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老大美国爸爸突然之间跑去跟中国大陆拥抱，那请问一下，台湾跟韩国怎么办？那不是完蛋了吗？当场被人家甩尾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担心这个东西，但我不太担心。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认为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会言归于好，也不太可能。那像这个蒂伯特这个学者讲的这一番呢，抱歉，我在我看来根本像自我介绍，你知道，也就是美国向来就是把中国大陆说成歇斯底里、伪善、不能信任，然后对对方指责靠的是理直气壮跟就有力量，就是这样的。美国不是向来就这样做吗？这根本就是自我介绍。所以我真的觉得美国人真的不要这样子，你这样自我介绍，全世界都看到了，因为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恶霸。中国大陆当然有它的问题的地方，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像美国所指责的这么糟糕、这么土匪、这么恶霸，又要侵略全世界，那你美国为什么不赶快跟他断交啊？你还跟他做朋友干什么？你应该要联合全世界的国家去攻击中国大陆啊！那你为什么还是跟他建交？你没事还跑去跟他聊天，去跟他磋商，你在干嘛？所以不要把自己塑造成正义达人，你根本不是。美国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那中美其实现在就是这样子。就台面上双方尽量想维持一个我们还没有破局，可是私底下早就破局。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中美冷战早就已经开始，现在冷战正方兴未艾的当中，任何和解的可能性，我认为都不会有。好，我们带您来看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刚刚取得了一个最新的画面，今天下午的2点半，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中国国务的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已经在北京的钓鱼台宾馆来见面了。这个画面很珍贵，短短的几十秒，因为呢，当时呢，他们只让媒体进去拍摄了一下下，就把媒体给赶出来了。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个层级真的很高。美国的国务卿现在已经见到了外交部长秦刚，当然外界就会很好奇，接下来会不会来会见王毅？当然，也有人很认为说，有没有机会可以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这一次的会谈之后，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卢教授，那您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这个布林肯已经到大陆去了嘛，那么当然他们希望递出一些橄榄枝，就是希望中美的关系不要再这么僵硬了，管道真的有可能建立得起来吗？是这一次其实布林肯出发之前，他就提到他此行大概有3大目标。第一个呢是希望能够让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危机如果发生的时候，双方可以管控。换句话说，要能够恢复这个对话的管道。那第二点呢，他说要它包含着这个促进美国还有美国盟友的利益，同时呢，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来直接的进行相关议题的讨论。那第3点呢，他提到他要来跟中国大陆来探讨双方合作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他在出发之前提出这3点目标，其实呢，跟他在2022年5月26日，他代表这个拜登政府提出了拜登政府对于这个中国的政策这样子一场演说，它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是相呼应的。那我觉得这里面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于就是我们知道在川普时期的美中关系，基本上美国呢不分朝野，然后不分民间或政府，对中国的敌意是越来越高。那但是现在拜登政府呢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对美国也未必符合这个美国本身的利益，所以试图去做出一些调整。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包括美国的国会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曾经试图通过一些对中国非常这个 hawkish， 就是非常这个批评非常高的这些法案，但是呢，在行政部门这边都有一些不同的考量。那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拜登政府现在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就是中国是不是敌人，还是说是一个无可救药敌人，我们就应该跟他翻脸？那拜登政府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尽量不往这个方向去移动，反之，他试图呢去重新的跟中国搭上线，建立对话管道，然后试图要能够来改变，或者是说我们说形塑中国方面的一些行为，但是能不能达到，当然还非常值得观察。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切到底布林肯能不能够见到习近平。那我们如果看一下前一次美国的国务卿访问中国是在庞佩奥的时期，那是在2018年的10月份。那一次庞佩奥访问中国呢，他实际上也只见到了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毅跟杨洁篪，他也没有见到习近平。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一次布林肯可以见到习近平的话，我认为是美中现在当前这么低迷的关系里面它确实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讯号。那但是呢，到底后续大概会有多久到底习近平跟拜登会不会碰面？我觉得还值得观察。为什么？因为其实在国际之间它还有一些这个互动的一些平台，比如说 G20 今年要在印度进行，然后这个 APEC 11月要在这个 San Francisco 美国的这个旧金山来进行。那这2个当然都是双方领导人可以见面的一个场域但是会不会见面，这个就完全取决于双方双边关系上面后面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进展那我个人认为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一些这个可能性存在。了解。那不过我们要问一下舰长，当然大家都很好奇了，尤其现在呢，中美前面在人前握手当好朋友，背后的军事力量还在持续动员当中。尤其中国大陆呢，也发动了这个东海军演12个小时，这背后有代表什么样子的意义吗？我们经常会把中国的军演跟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政治现况做个结合但是其实通常不相关。为什么不相关呢？因为我们以一个军演来讲你要达到真正的目的，不是我们把舰艇拉到海上去单纵队，然后变形那个队形变换，不是如此它一定要验证的科目那而且呢，它还要进行考核。那这些呢，都最少是在1个月之前呢，它就已经做好了一个推演的内容。而且我们要注意到解放军现在的军演不再是海军玩海军的，空军玩空军的，陆军玩陆军的，没有，他们叫做系统化。陆海空一起吗？对，他们所谓的系统化是什么？所谓的系统化，也就是
当海军在演习的时候，不要以为只有海军啊，还有所谓的空军，它也会来支援。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无论是国防部或者是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它所公布的除了海军海上的单位之外，还有空中的目标。那另外我们要注意啊，还有战略支援部队跟火箭军也会纳入军演。说，这两个跟这军演有什么关系？其实密切相关。为什么？因为当他们的大型舰艇拉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的大型舰艇来模拟成美方的大型舰艇，或是美方的航空母舰，然后他们先用所谓的战略支援部队来进行勤监侦的一个目标获得。当他获得目标之后，他们再模拟透过火箭军是不是能够用东风21D 或者是那个其他的武器进行攻击。他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操演叫做系统化，他们已经不像是那个10几年前海军玩海军的，空军玩空军的。那我们讲到布林肯现在到那个中国啊，其实在中国准备的过程当中，他除了要告诉他的主要的诉求是美国人之外，另外还有两类人。第一个是美国国内的观众，第二个也就是美国在欧洲以及亚洲的盟友，告诉这些不管是美国人民、中国人民或者这些盟友，中国已经站起来，不是以前的中国了。哇，所以他就是要告诉最佳的盟友已经不一样了。广告之后回来再带你来继续讨论国际观点。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中美现在呢，当然也在基础建设上，难道也在互相竞争了吗？我们现在也看到美国总统拜登，随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了中国大陆去，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又被问你到底怎么了？不是要选举吗？怎么会？现在在讲话的时候讲到了这个枪支安全拥护人士与枪支暴力的幸存者，发表他的谈话，他讲一讲之后，竟然说天佑女王老兄，怎么会这样讲呢？一起来看看这段画面。But I'm going to stand in front of each section. No, I really mean it. And if you can see the camera, they can see you. And it's the least consequential part of this whole meeting for you. I promise. All right? God save the Queen, man. 就是这一句 God save the Queen, man， 大家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讲这种话？可是让人家觉得拜登怪怪的。还有这个画面，我们带你一起来看到最近台湾 Me Too 的议题延烧。不过在美国，现在拜登就被指出是不是在见美国女星 Eva 的时候呢，热情拥抱致意，不过手却放在对方的腰太久了吧？而且疑似呢有伸出他的咸猪手碰到对方的胸部，这样子的画面一流出来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问说拜登最近到底怎么了？而且拜登最近呢，还在大夸他自己在美国的基础建设。他说他开展了竞选工程，拜登到费城造势的时候，强调他基础建设的经济成果。那么还说了这美国经济的中产阶级愿景，他称之为拜登经济学。甚至呢，他现在还说他要修一个铁路，这个铁路有多厉害，横跨印度洋跟太平洋。你没有听错，真的是印太跨洋铁路。他说呢，他要建了这个地方呢，是从美国横跨太平洋，那么一路到印度洋这样子过来。网友把这个路线图呢用地图来呈现，一看呢就大家就说天哪！拜登自己也说哇，我已经没在照稿念，我真的会惹麻烦。共和党的顾问直接酸说这将是一条了不起的铁路，人家就说了不起负责。那甚至有一个主播直接说太强了，8000英里长的海洋列车，拜登2024的总统一定是连任没有问题了。不过美国要在中东修铁路对冲中国，会不会来用上印度的专业知识呢？之前苏利文不是访问沙国吗？美国跟印度的媒体都提到了，他们现在是为了要推进一个连结阿拉伯国家跟印度的铁路项目。德国的周刊就用这个图画，他说：“你看人家中国的子弹列车正在快速前进，不过你看另外一个是超载的火车，上面还坐满了人哦，而且上面还放的是印度的国旗，似乎有那么一点点酸。而且他的文章的标题就是印度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不过现在我们带您看回中国大陆，习近平的经济的基础建设，那么当然他传出呢要打算祭出重大刺激措施来振兴这疫后的经济。中国正计划采取大规模的措施来采取了这样子重振他们的经济，那么估计呢可能会发行大约新台币4兆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而现在它的基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带您讨论到的这个深中通道，明年就会来通车。我们都知道呢，中国大陆他们的基础建设都是盖得非常的快。那么尤其是这个过去呢，可能这个中山市到深圳市，你必须要走这样绕过去。现在这个深中通道就让它完成一个 A 字形，直接穿越。原本要2个小时的车程，现在只要缩短到20分钟。到时候它跟虎门大桥、南沙大桥、广深高速、广珠东线跟广珠西线，他们会一起将港澳跟粤呢大湾区的城市构成了一个1小时的经济圈，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中国的基础建设真的是不容小觑。韩斌哥你怎么看？其实拜登突然之间讲一个天佑女王啊，很多人都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结果我观察拜登也很久，我现在发觉可能啊，这个是我揣测了，拜登是不是有灵异体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女王已经过世了嘛， 对不对？是不是拜登看见了？不晓得，因为拜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好几次就是在那个这种公开的场合突然之间晃神，然后有人看到他跟空气在讲话，有人看他突然之间往旁边就自己莫名其妙这样走过去了。那会不会我们都搞错？其实他不是失智，他只是有灵异体质，他看到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至于说他伸出咸猪手，这个早在他当年跟川普竞选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有名了。他对很多小女孩啊，什么东西啊，当时很多人都说他是萝莉杀手，因为他看到小女孩就跑去闻人家的头发，要不然牵人家的脸颊，要不然就是抱着人家。所以这个大概是他的老毛病了，这个恐怕也很难改。只是我觉得拜登要吹嘘自己的政绩是没有错，可是吹嘘也要像点样子。他在2021年11月就已经提出来了1.2兆美金的基建哦。结果请问一下，现在不要说1.2兆，你2000亿有没有花？你到现在连规划都还没规划，所以在那边讲什么自己基建很厉害，你到底在说什么啦？你至少好歹要先开工一下吧，先把计划蓝图拿出来一下吧。然后更离谱的是要弄这个什么印太铁路，请问一下，你准备是从美国一路拉这样过去？如果你真的要建这条铁路，我看习近平会兴奋到晚上觉都睡不着，因为太高兴了。8000英里哦，因为你彻底疯了，不就是这样吗？这谁会去盖这种东西？这人类还没有这种技术，也不可能完成。实际上他要讲是什么？我觉得他一定讲错，因为美国之前是说要在中东帮忙建铁路，然后要叫印度来承揽，对，然后美国来出钱出资。但是当初这提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让人家觉得是大爆笑了，因为印度自己的铁路都搞不定嘛。对，你还叫他去帮别人建铁路，你美国自己都不会建铁路了，美国自己的基建一塌糊涂，然后你们说要去协助中东基建，所以当时就已经是笑话。我看拜登是不是因为被人家嘲笑太久，所以已经彻底疯了？我不晓得了。那印度这个东西哦，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讽刺啊。那可是讽刺归讽刺，这个画家画的不是事实吗？我们到现在都还可以看到，印度前一阵才出了重大车祸，史无前例，3列火车撞在一起。对，世界上我还真的没听说过有3列火车可以撞在一起的这种事。那印度办到，那印度真的上下班时间就是一堆人挤在火车上面了。那所以我觉得印度人不高兴之余，是不是要去先反省一下，为什么你们身为一个21世纪的大国，到现在你们的铁路建设还是如此的糟糕？你们政府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迁怒外国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想法。那当然，中国大陆他们那个开放之后，就是这次疫情结束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其实不如他们的预期，所以他们也很紧张。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如果经济没有办法持续进步的话，他们就会面临重大的危机。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能够扩大它的基建，来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更多的这个经济内需。那当然这是他的尝试，是不是能够办到不晓得，但至少他是积极在往这个方面推展。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说中国大陆都是面子工程啊，然后去建了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但是人家花了钱下去，而且现在一步一步都看到成果。实际上粤港澳将来一定会融回为一个经济特区，那以后它的经济发展只会更加迅速。那请问一下，我们台湾因为民主虚耗了这20年之后，我们又做了哪些重要的基建呢？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只是嘲笑别人，想想自己。我们来请教一下卢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深中隧道很有可能明年就要通车了？是，
我想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说，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而且我相信它这个建造完成之后，大概未来20年，这个相关的区域经济的整合一定会在中国大陆内部一定会有这个更大的一些发展不过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美中之间的竞争啊，它其实除了双方硬实力的竞争之外，另外还有软实力的竞争。那这边我提到的软实力，最主要就是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当他们看到两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不一样的这个结果之后啊，他们可能在这个过去我们所深信的西方发展模式上面，可能就会提出一些这个质疑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拜登包括他前一次竞选的时候他的口号就是 Build Back Better， 就是重建美好这样子的一个口号。那当然，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新闻我们也知道，因为美国也即将进入这个总统的这个大选的一个季节所以后续呢，拜登应该还会再就基础建设提出相关的一些主张，但这些主张是不是真的能够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议题，就是国会是不是能够对这些相关的这个法案予以支持那实际上呢，对美国民众来讲他们真的是急需要有这个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来继续强化跟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那包括现在美国大部分的这个公路跟铁路系统，其实都是在1950年代到60年代开始，然后当时开始建造的，所以这些地方其实破旧啦等等，需要更新啦等等，这个都是事实。那我相信拜登后续应该还会再有其他的说法。那你再来请教一下舰长，你又是怎么看呢？拜登最近好像状况不是很对，好像没有在状况内的这样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卢老师说美国的基础建设以铁路来讲是1950年到60年的一个建设。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他们现在的铁路的大桥他们的那个，我们先不讲这个水泥剥落的状况，你看桥体跟桥体之间竟然还用铁链来拴住那结果这一个贴在 Twitter 上面的人，他在这边讲说，他确认这是他照的照片，他确认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不是一个假新闻然后结果下面还有人讲说，天哪，这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都是这样。那我们就不用讲说，我们其实当初有看到俄亥俄州的那个铁路从远的地方看来，它那个根本就是那个凹凹凸凸的，然后铁轨也不直那所以其实美国的基础建设不像大家所想象的在疫情前那个时候我也去了一趟，去了一趟美国，我不是跟大家一样走大城市我是去黄石公园那走黄石公园，当然黄石公园里面的路就不怎么样，可是它的中西部的路一样烂，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讲拜登，你说你要开一个能够贯通所谓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这个8000英里的这个铁路我真是拜托一下，你怎么样去穿越全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你要怎么样穿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的地方它有11000公尺你要怎么样下去你下去之后上来的时候，是不是人都要减压才可以那个水压那么大，你人下去之后起来，是不是你坐的那个火车也要有加压舱是不是？所以不要讲那么多很奇怪的话但接下来刚刚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深中通道的部分我们看深中通道它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是沟通港澳之间的地方之外，其实它还将这个南沙自贸区跟它的前海自贸区全部连贯在一起。那这个全部连贯在一起，才能创造中效那大家觉得这没什么嘛？你看一下这边我帮大家特别框起来，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广传国际龙穴基地。你说这什么没听过跟大家报告901综合补给舰，也就是
是好，我们其实呢必须要来讲，在现在美中之间必须要好好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这一次的会面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稳定性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布林肯人已经到北京了。今天早上7点半的时候，他抵达北京。结果呢，现在大家开始在看各种细节，讲各种细节，就是比如说下飞机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红地毯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规格在迎接他？毕竟人都到北京了嘛，所以呢，每一个规格一一检视，谁来接机？他们自己的驻中国大使，还有北美司长。好，大家就开始看，那哪里开始谈？2点半开始正式谈话。这一次见面的地点呢，会是在钓鱼台的国宾馆。基本上这个地方呢，对于美中关系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地点，因为当年呢，这个尼克森也是来这里跟这个中方的领导人会面的，而且呢，现在双方的会面说有可能有机会明天见到习近平，真的假的？咱呀，外国媒体都说他有机会，可是外国媒体怎么样来解读这一趟 ？Wall Street Journal 就直接讲了，是中方。注意一下主词，中方希望为习近平年底访美铺路。当然啦，我们都之前讲过很多次了，9月的新德里 G20 在印度，12月的旧金山 APEC 是在美国。那有没有可能再有拜习会？现在很多人在敲碗，但是对于其他的国家怎么看？新加坡的外长就直接讲了，他们基本上大家都觉得管理好分歧，处理好分歧这件事情就好了啦，甚至还说 Poor Tony， 大家不要再给他压力了，他真的很辛苦啦。因为在这一回中方态度也很明确，直接告诉他，我们大家对等平等，从实力说话。来看看，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20年前、30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讲这个话，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好，刚刚看到就是2021年那个时候呢，这一段谈话在网络上头疯传。杨洁篪在跟苏利文对话的时候，就直接讲说，中国人现在已经不吃这一套，要从实力地位出发。汪文斌这一次在布林肯来之前，也是同样的说法，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方打交道。看得出来，这一次的态势有可能会是一样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拜登又在讲想跟习近平见面。Can Secretary Blinken ease tensions with China on this trip, do you think? Sure. Well, look, China has some legitimate difficulties unrel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balloon caused, and so I'm hoping that over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I'll be meeting with Xi again and talking about legitimate differences we have, but also how those areas we can get along. 拜登有提到气球事件，现在呢，美国媒体 Wall Street Journal 又是《华尔街日报》，他的讲法就是在上次的气球事件当中，北京就会以受害者的姿态来自己定位，说美国是全球的侵略者，所以这次就是用这样子对内激发民族主义的态度来迎接布林肯的。那你会说，那布林肯呢，他真的完全没准备吗？有哦，他在去北京之前，先跟日本、韩国外长打了通电话，重申盟友之间坚定的承诺啊。当然啦，打电话契机是说，因为北韩又在试射了嘛。可是这里头的这些热线，有跟南韩的外长提到支持韩中发展健康成熟的关系，好像又有一些软。可是呢，动作还是很多，包括了在武力上头的。现在呢，这个岛链持续在施压，看到他们的雷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见到了南海了，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核潜舰6年来首度抵达釜山。那韩方呢是高规格用太极旗来迎接，可是这个契机当然就是北韩这边有所谓的试射的动作，让美国呢现在又在回敬了拆插几之外呢，也跟韩国说一起要来研究一下他们的
卫星残骸。好，但中方呢也不是省油的灯啦，他们最近也发出了一个影片，这个是福建舰003下水满1周年，有一个短视频来做纪念啊，说呢值得期待，原因是因为这一次有所谓的电磁弹射，那电磁弹射之父马伟明呢，他就直接讲了，说基本上呢这个技术就是现在他们要打造一个全武装的星战超级舰哦，听起来真的有厉害哈，对不对？可是美国智库也在讲啊，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他们发现了他们自己的攻击型核潜艇是不是有在失去优势？最主要就是中方看到他们的造船、造舰技术在提升，那中俄的水下战略防御力呢，也已经在提升了。再加上现在美国在修船，真的比较慢呐，哈！过往19个月前，南海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在撞上了水下山脉，那一艘核潜艇呢，现在说必须要花8000万美元，2026年才可以修完，才可以去服役。49艘的攻击核潜艇，现在有18艘在维修。那这样的一个战力，要怎么样来维持整个印太的平衡呢？回过头来，我们要请教郑源委员怎么样来看布林肯这一次是真的人到北京了，但是如何接待，谈得怎么样，大家非常关注。外交部长通常不会有红毯欢迎啊，也不会有乐队奏乐啊，所以这个应该是平常心来看待，他走下扶梯啊，来跟这个迎接他人见面。迎接他人，北美式的师长的规格也是一个正常的规格，没有特别高，也没有特别低。因为中国大陆的位阶就是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再就是师长，所以由师长去接也差不多。但是最重要是谈判啊，因为今天下午2点半啊开始谈，谈的结果是如何？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但是我相信呐，那么双方面都希望会达成某部分的共识，或者某部分的互相的一个接纳。那如果这个会出现的话，那明天呢？当然，这个习近平主席就会去接见啊布林肯。那如果说，今天晚上是像在安克拉治、阿拉斯加那一场的话，剑拔弩张。当时杨洁篪讲得很客气啦，他讲说美方没有资格在实力地位对中国讲话，他只是说翻译一下，实力地位，美方没有权利握着拳头对中国讲话。哦，这个是一个客气的说法。但是中美关系啊，其实没有什么大丑大恶，就是美国有一批人。那么整天这个想要打压中国的崛起，这才是关键。不管是打台湾牌、打台独牌，要制造问题，或者是要把华为捏死，或者是要关闭孟晚舟，这个都会自动激起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啊。其实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未必是个正向的名词，但是一种民族的情绪，都是美国自己把它制造出来的。那这一点我是觉得《华尔街日报》可能弄错方向了。那至于拜登讲的对了，他讲说一个气球事件之后有一些好像不是很合理的状况，那你要检讨检讨，你的状况合不合理嘛？你请全力这个制裁那个打压，你说人家不反击，如果以为美国这样做可能要自己检讨一下你们以为说一场俄乌战争经济制裁就可以把俄罗斯的经济跟军力给打垮，但是你们认为目前所做的制裁打压就会使得中国停止崛起，我觉得那是太过乐观了太过幻想了。这个布林肯要跟这个日本承诺说他坚定防卫日本，可是不要忘记中日之间要爆发战争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台湾。那如果你把日本推上前线来介入台湾的话，那中日不爆发战争可能性是很低的。那如果是日本不介入台海的问题的话，那中日之间不用你美国保证连中国都可以保证承诺日本没事。所以我是觉得他们都搞错问题的。那南韩当然会害怕了，因为南韩现在经济状况非常的糟糕。那如果再不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的话，那你别看那个尹锡悦这么高兴，隔2天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现在经济状况真的非常非常的差。好，其实我们也要看到是双方在军力上头，外交上面已经开始在动作，但是呢，他们的军方高层还没有真正发生对话。好，可是呢，双方动作很多可能是因为北韩有试射的关系，美方一定会这样讲。可是你看到他的雷根
航母战斗群又进到了南海，然后呢，它的核潜舰呢也进到了釜山这一边。马上呢，其实同一时间，大陆这边00-2山东舰呢是在渤海这边在进行军演的，所以南海、东海、渤海这边，其实美中开始都有动作。来，请教舰长怎么看？最近很多动作的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天气好，海上风浪好。如果现在是好比说1月、2月，你试试看有没有这么多人跑出来，大家都晕死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我要讲一下美国的战略核潜舰就是核弹的，他们从来没有驻防在别的国家，只有在1980年的时候在苏格兰，因为那时候冷战很严重，他从1980到1990在苏格兰做了一个港口，因为你要去驻防，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他那时候因为冷战很严重，所以美国在这，苏格兰在它中间夹击这个俄罗斯、苏联这里，所以那个时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那这一次呢，他是到韩国是访问，记住他不是驻防，而且你再去看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为了北韩吗？不是，为什么？所有的3叉戟飞弹记住飞弹这种东西不是打出来就可以命中目标，它要推到很高，然后转这样过，所以它有一个最小的射程，就在这个射程之内，我是任何目标我都打不到的。对。那这个3叉戟飞弹最小的射程是2800公里，2800你换个圆去看看，它真正的目标是谁？俄罗斯不对，对，俄罗斯跟中国，跟北韩是毫无关系的，所以你就知道他在威胁谁。还有一个我要介绍一个，这个刚刚有提到一个马伟民，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你拉近点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我当初看到就对马伟民这个人有非常深刻印象。你去看这个叶片中间没有轴的它的叶片通通贴到旁边的这个，然后这里是一个电磁场，这个电磁场一产生作用的时候，这个中间在旋转，它旋转了之后就会变成，只要我通个电进来，车叶就可以推动了。是，如果不是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要怎么样推动？它要一个大轴通到船尾，然后这整个东西一路拉过去，拉到船肚子里面有主机，然后转到那去，而且一个轴只能带一个。它这个东西它在船头装一个，两边装一个，它可以侧移因为它只要一转动，它就好像一个旁边的东西可以把它推过去，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大概我觉得最天才的发明。那我就把马伟民这个名字一直记在脑海里面。隔了2-3年，我看到习近平颁了一份那个奖章给他，所以其实科技上面往往你碰到一个极其少数的一个人，他会做得非常大的突破。好比说以前物理碰到谁，爱因斯坦，哇，带领人往前跨。现在这个电机，这个人的专长是在电机，他带领了一群人是学生，所以他在所有的电机里面做了很大突破。其中一个就是航母母舰那个东西，那大家也说他将来会怎么样，那都是希望将来让。至于有一个说49艘攻击潜舰不够什么的，就是最后那个是，我觉得他在增预算。你知道他就算16艘去修。他还是有30几艘还是很多那个比中国还是多很多的。他只说我们不行啦，我们要有预算啦。我的感觉是这样。好，美中呢在军力上永远都不会放弃赢过对方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在外交上这一次，来请教一下周老师，因为新加坡外长说他们其实呢也觉得 OK 啦，我们也理解不用有太多的期待，但是能不能管理好分歧就好了。Poor Tony， 他还说布林肯真的辛苦了，不要给他压力，您怎么看？的确美国跟中国大陆这一次的这个双方的这个高层会晤特别是布林肯作为拜登政府的第一位国务卿访问中国大陆，真的是他双方内部都有蛮大的一个阻力，不管是在美国内部也好，或者在中国大陆内部。那我注意到，其实大陆的一些这个自媒体，其实在布林肯刚刚开始透露出要访问的这个讯息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讨论了。但我觉得可能上面大陆高层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就希望大家尽量不要有太多的杂音当然就为整个访问来铺垫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气氛。那这一次现在布林肯一到了就马上展开会谈，那也可以看出来他这个安排的行程必然是非常的这个紧密那到底这一次能够有什么样的成果呢？其实真的现在能够访问能够成行本身就不容易。布林肯已经说过他好几次就说他希望去访问。对。那么之前因为这个气球事件也好，或者是蔡总统访问这个美国这些事件，让这个整个行程就不断的延后。那大陆也一直是冷眼相看了，就没有给他很热烈的一些回应。但是你看他一直说我要去，所
所以这一次终于去成了，本身就是一个突破。但是进一步来说，大概可以预期有几件事情。第一个，现在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意外，就是因为大陆的这个美国研究专家吴兴博他说，有可能双方会恢复所谓军方的这个高层互动。那这个当然对美国来说他非常重视的。第二个，他说下一步可能是美国的交通部长会访问中国大陆，让双方的航班增加，因为过去这段时间航班很少，所以机票非常贵，这就有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交流啊，就带来蛮大的一个障碍。那当然，下一步当然就看到就是双方在禁毒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就是芬他尼这个问题上，双方是不是可以有进一步的努力？因为那时候2018年贸易战的时候，双方关系非常恶劣，但是中国大陆还是愿意跟他合作。但现在这个问题就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在广东设了一个这个工作单位来专门跟大陆进行这方面的反毒合作。那这个其实在美国国内是讨论非常多，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我相信也是布林肯积极要推动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啊。那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周边国家的反应。那事实上，布林肯这次访问之前，特别给韩国的外长打了一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韩国的媒体怎么报道，韩国的媒体，你看东亚日报基本上完全没报。然后另外一个是 Korean Times 说什么呢？就是说布林肯的访问促使了韩国认为要进一步去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这个当然其实也是布林肯这通电话的原因，因为韩国过去这段时间跟大陆搞得很糟啊。那本来以为这是美国跟日本都希望他这么做，结果现在美国自己派人去了，他就当然很紧张了，就坐立不安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下一步，就是邻国的反应。我觉得美国同样释放了同样的讯息给民进党，不是吗？就说美国如果两岸如果国内政党都希望对话，美国不会反对，而且是应该会支持的。我觉得同样的讯息是在这一次布林肯的访问是2天的时间，有没有可能明天见到习近平？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等着看。但是呢，习近平不管有没有见布林肯，在此之前他先见了这个人。Bill Gates， 好 ，Bill Gates 这次来呢，当然他是用基金会董事长的名义啊，可问题是，你看看从比尔盖茨到先前的马斯克。其实啦，这半年来已经有大概40位的大老板，美国的大老板访问北京，这代表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就像习近平讲的，基本上民间的交流呢，他既是乐于看到了，他信任于民间，他也期待民间能够给一些友善的互动。大陆官媒就讲啦，这个呢其实是在释放一些讯号，包括什么？包括外资还是一直有在进来了。那这个数字蛮明确的，法国呢，你会说他现在要走自己的路，说他现在对华投资，据说从今年1月到5月，它是增加了有4倍多，429.7%，不是只有它哦，英国，你会觉得很强硬啊，加拿大，你也会觉得最近态度很多啊，对华投资都有超过过往的100%，那所以呢，这代表什么样的讯息呢？甚至呢，还有人在讲说现在美国布林肯来到北京，可能也跟钱有关系，因为最近美国财政部有一个数据说，6月16号美债已经首次超过了32兆美元，这比之前讲的预期早了有9年。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着经济是不是还是很不好？也代表着他们的通膨是不是还是有问题的？所以 Fed 呢继续的在加息当中。好，未来要怎么办？这个皮德森基金会就直接讲，未来30年美债有可能是增加127兆美元。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2053年，利息成本就会占他们40%的联邦财政收入，这个国家真的撑得下去吗？有没有可能这次布林肯来的时候就直接讲，美债可不可以不要再卖了啊？先前呢有在买一点点，但真的只有一点点，那最近又开始卖，能不能不要再卖了？2009年的希拉蕊据说就曾经做过这么一件事情，他呢当时在访问，结果呢回到美国之后，要求中方继续买美债。那他的讲法是，中国持续投资美国，就是体认两国彼此依赖，休戚与共，就是我们是好朋友，那你就要帮忙我啊。甚至还说那个时候呢，《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还在访华途中跟时任的澳洲总理陆克文讲说，我们在竞争上，经济是竞争者，但是其实他也是我们主要的客户啊，所以我要怎么对他这个美债大买家
疾言厉色。哇，这句话讲的还蛮直白的。华春莹呢就在自己的推特上面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谁想伤害中国而让自己不受伤，那就是痴心妄想。确实啦，现在用经济贸易的角度来看，中方是很多人第一大贸易大国，而且呢，他在国际上头也开始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些组织，包括了什么？包括了金砖银行。金砖银行现在是在上海，好，可是呢，今天有个报道讲说，如果他们要挑战美元霸权的话，可能会失败。原因是因为在俄乌战爆发之后啊，因为俄罗斯呢，他们现在有在很多的这个受到的制裁等等等，所以呢，在金砖银行这一次的募集的整个过程当中，会让华尔街这边比较不敢借钱给他们，因为怕他们的偿还能力有问题，再加上他们不想要用美元的话，那要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这个钱就会卡住，或者是钱借不出去，还不出来，债务会出现问题，变成僵尸银行？而普京呢，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思考的更多是包括了俄乌议题，原因就是乌克兰战争持续的在打，他就特别讲到了说呢，他觉得俄罗斯离不开中国，还有的就是乌克兰。乌克兰现在说要加入北约，结果拜登的讲法是没有捷径这么一件事情的，我们不会为你做出特别的安排。同时呢，普京还在呛，你如果让他加入北约的话，那我不就会跟你不客气了，甚至你再给他武器，就会爆发激烈的冲突。好，毕竟现在他也已经把这些战术核武通通给白俄了，大家都在布局。那整个反攻如何来思考？因为呢，现在乌克兰的反攻呢说还需要200公里射程的武器。那如果美方或是欧方这边没有办法再给他们东西的话，这场仗要怎么打下去？而纽时的说法则是，俄军已经从上一波错误当中学习到，所以现在乌军想要反攻可能会更加棘手。这场仗打到目前为止，虽然中方已经开始介入，希望能够和谈，但这能够谈吗？彼此之间各有立场。回过头来请教政院委员怎么样来看？好，因为中美之间现在开始谈了，可是我们会发现民间商业界动作更明确。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态度很清楚，你现在美国的政客、美国的政府都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那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比尔盖茨讲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确的，美国人民跟美国政客跟政府之间的态度经常会不一致。那这一次你接见的比尔盖茨也好，马斯克也好 ，Apple 的这个执行长库克也好，这些华尔街响当当的人物，在美国社会里面只受这个敬仰不受批判的这些人，基本上他们都有很高的影响美国人民的能量。所以在这里呢，尽管美国的媒体再怎么煽动，习近平还是的对美国人民抱了一份的期待，那希望这个期待可以突破中美关系，带来所谓的健康的轨道。但是问题来了，美国人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借钱。发行美国联邦政府公债就是借钱，跟谁借钱？跟中国大陆借钱，跟日本借钱，以前还可以跟欧洲借钱，可是欧洲现在很糟糕啊，没办法。跟英国借钱，英国更惨，英国也要跟人家借钱。那你一方面要跟中国大陆借钱，二方面又要打压中国大陆，这两个基本上是一个互相矛盾的动作。那激起这个大陆的这种民主情绪的时候，对于中国政府要借钱给你，大陆也会很强的内部老百姓的反弹声音啊。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政府也要怎么样？寄希望于大陆人民啊。所以这种困难的环境底下，希拉里讲出这话也没什么好意外。那华春莹讲出了心中话，就是你想要伤害中国，而不因此而自己受到伤害，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晓得美国人听懂没有？他美国一直以为我拳头大，我力量大，我打你，你不可以吭声，你不要打在地上，你不可以反击。可是事情上还没有那么单纯，可能美国人想太多了。是有人说金砖银行缺美元，快成僵尸，意思是金砖银行借不到美元。我不晓得这些写篇文章的脑筋在哪里啊？美国联邦政府都跑到中国大陆借美元了，怎么会金砖银行借不到美元呢？这个就是一个什么？美国想要用这种小游戏的认知作战，几个媒体人随便写文章，只会让人家看出你的白目跟无知而已哈。那台湾的上报跟着转着，上报也真的是没什么水平哦。那回过头来哈，我们讲说这个普丁他承认，他说我现在是这个俄罗斯这个跟中国交往，当然会有依赖中国经济产生。可是你欧洲呢？没有吗？你美元没有吗？
这种相互来往一定会产生相互依赖嘛，也会产生相互伤害，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哈。拜登公然的拒绝了乌克兰加入北约，乌克兰的问题是阻挡拜登连任的最重要的因素，就像新冠疫情处理不好是川普无法连任的唯一的原因，但是拜登难道自己还看不出来吗？如果说在今年的年底之前，俄乌战争没有办法结束，那没有办法获得一个还算可以的结果，那拜登明年想选美国总统，那连任希望大概就已经现在可以宣布再见了哈。那乌克兰你再给他什么200公里的武器，他问题不在武器啊，给他爱国者飞弹，现在发现爱国者飞弹不行，给他海马斯，现在发现海马斯也不行，然后给他豹二坦克，换豹二坦克现在也不行，好的进步的武器到了乌克兰军队里面都不行，那原因在哪里就很清楚了。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好，我们刚刚说了，俄乌战的现在持续的在打，好，可是乌军开始有一些球员说武器不够了，但是大家也在讲，俄军已经学到了教训，所以这一场可能乌军会更棘手。来请教舰长怎么看？首先，我想谈一下，拜登说这个，如果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话，要没有捷径，就是要按照正常程序。我就查了一下正常的程序，就是说他有没有什么条件？有，他条件好比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国家必须是民主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对防卫有所贡献，不能我进来我什么都没有，就靠你们来防我，那也不可以。然后第三个，我觉得那个比较严重，就是说你不能是参与区域冲突里面，就是你现在打仗，你一加入北约，我们是不是所有北约国家都要来帮你去打了呢？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拜登其实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不太可能。那不然一下进来，我们通通都有责任要去保护你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很多人呢，就是这种跨国公司哦，他一定有个很大的一个研究机构。大家今天我举个例子，我要投资300亿到这，我怎么可能那个糊里糊涂就去投资呢？他们都会去做研究，最后研究觉得是不是可以投资，它是不是稳定的。那今天中美在争霸，其实真的就是经济的霸，你知道，不是比赛谁会打架，打架没有用，谁有钱谁未来有钱。那依据从2017年1月川普上任哦，因为全世界衡量这个经济就是 GDP 嘛，从他上任开始，2018全力打开始啊，17年中国的 GDP 占美国的63%，2018年到67%，再来维持67%，再来到69%，再来到76%，再来到73%，就是去年稍微降了一点。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风控，因为他们那时候都在要例行打零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美国的升息，美国升息让别的钱币都贬了，所以一下子去衡量它的 GDP 的时候，别人都没有实质到那个位置。但是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它一直在向美国这里接近。然后最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哦，叫做金科宇，他写了本书叫《新中国经济的游戏手册》，在欧美引起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他是哈佛博士以及伦敦政经学院的终身系的一个教授。那他就讲说，只要中国以每年1.5的这个追上来的话，10年可以追过这个美国。那今年的第一季，中国是4.5，美国是1.2、1.3，已经超过3了。从此可看，这场经济的争霸，中美争霸，中国一定会胜。最起码这些所有跨国企业认为中国会胜。好，我们等广告回来，我们要请左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好，新闻最后我们要请左老师帮我们总结。好，我觉得还是关注乌克兰战争哈，因为毕竟乌克兰战争现在进入僵持期，尤其最近这个7个非洲国家的这个领袖跑去莫斯科，他们先到了基辅，然后再到莫斯科跟普京会谈，那也谈到了就是说希望双方能够停战。那基本上来讲呢，你可以看到各界，包括这一次布林肯去大陆，大概都会谈到乌克兰的问题，因为乌克兰战争再不解决，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没办法克服，世界经济就会掉
掉入这个衰退。那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乌克兰想要积极的反攻，可是你看哈，乌克兰虽然动作也很多了，但也有一些成果，可是其实整体来说都非常有限。因为乌克兰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说，在这个东南角，这个乌克兰的东南角这边能够切断克里米亚跟俄罗斯本土之间的连接，特别是从克里米亚到顿内茨克这一段路。但是呢，俄罗斯又在加强它的这个基础建设，然后呢，乌克兰这边缺乏这个人力不足，那俄罗斯这边当然它人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充沛，所以整体来讲是乌克兰有进展，可是进展没有大到可以扭转战局。那么再这么拖下去，西方各国呢？